大家是否曾听过这样的说法？地球其实是平的，人类从未登上月球，美国总统背后有外星蜥蜴人在操纵，又或者流行时尚中的破洞牛仔裤其实暗藏神秘代码，甚至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某些政要根本是替身。乍听之下，这些说法都充满奇幻想彩。然而，阴谋论的世界就是这样令人瞠目结舌。如果你相信所有阴谋论，世界将变成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处处暗藏秘密。在众多阴谋论当中，深层政府绝对是最引人关注也最具争议的一支。据说在各国政府的公开架构背后，潜伏着一个由政商精英、情报头目和秘密组织组成的影子政府。他们透过操控金融、控制媒体、干预政治选举，甚至利用高科技监控来左右全局，堪称是真正幕后操控世界的人。今天我们就用轻松有趣的方式，一步步揭开深层政府的神秘面纱，带大家回顾从历史到现代的阴谋轨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场悬疑又奇妙的探索之旅。关于深层政府的传说，往往要从18世纪的秘密社团说起，其中两个绕不开的名字就是共济会和光明会。这两个组织常常被阴谋论者点名，认为是幕后黑手的早期代表。共济会其实源自中世纪的石匠行会，相传早在中古时代，欧洲的石匠为了在贵族与教会的压力下谋求保障，形成了自己的秘密工会。石匠们手艺精湛，却常被猜忌，于是他们定下秘密规则，彼此扶持，不让外人轻易干涉。共济会正式以现代形式出现是在1717年，当时英格兰成立了第一个共济会大总会，这标志着共济会从地下走向公开，开始在上流社会崭露头角。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精英和贵族加入，共济会逐渐扩张为跨国性的兄弟会组织。共济会表面上提倡博爱、自由和平等，宣称致力于提升个人美德，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然而，由于其仪式和会员名单高度保密，外界难免产生联想，这群隐秘集会的绅士们是否在暗中影响世界的走向？谈到光明会，更是增加了一份神秘色彩。光明会又被称作光照派，由德国人亚当·维索普特在1776年5月创立于巴伐利亚。维索普特原本是一位法律学者兼大学教授，他渴望打破封建与教会对思想的束缚，构想了一个追求理性与平等的新秩序。最初光明会只有几名成员，他们专门吸纳当时社会上的精英，包括学者、贵族、思想先锋等。在短短几年内，光明会神秘地扩张开来。更有趣的是，光明会与共济会之间关系密切，许多光明会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会员。据说亚当·维索普特本人加入了共济会后，积极在其中发展光明会势力，吸收了不少共济会内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一群人。结果，光明会仿佛成为共济会中的精英中的精英，在会员网络上形成一个隐秘的核心圈子。光明会的理想是推翻当时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以理性和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这听起来也许很理想主义，但对当权者而言却如芒刺在背。1785年，巴伐利亚政府在教会的支持下取缔了光明会，宣称这个组织妨害社会安定。光明会被迫解散，维索普特流亡，他的众多追随者隐姓埋名。然而，正是这场取缔行动为后世的种种阴谋论埋下了种子，因为许多人相信光明会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潜入地下，继续以隐秘方式运作。他们怀疑那些逃亡的光明会成员融入了欧洲和美洲的上流社会，秘密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这两大组织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传说和象征符号，例如共济会最知名的标志是一个圆规和角齿相叠，中间有一个 G 字母，而光明会常被联系到的符号则是权势之眼，也就是在金字塔顶端的那只眼睛和不吉利的数字666。阴谋论者热衷于在各种地方寻找这些符号，从古老建筑、艺术作品到现代的钞票、企业标志，甚至流行音乐 MV。 他们坚信这些隐藏的符号是深层政府势力留下的签名，
象征着他们对世界的掌控。例如，美国$1纸币背后的金字塔和权势之眼被解读为共济会与光明会的印记。金字塔下的罗马数字 MDCCLXXVI 代表1776年美国独立与光明会成立的年份，而围绕金字塔的拉丁箴言 Novus Ordo Seclorum 意思是新的世俗秩序，看似呼应了光明会的新世界秩序理想。再比如，流行文化中，艺人比出三角形，手势遮住一只眼，或是在舞台布景出现眼睛图案，都被许多人视为光明会在背后操控娱乐业的证据。至于数字666，更被认为是撒旦或光明会的象征。有阴谋论者甚至指出，某些公司的商标藏有3个6的图案，认为那是暗示与邪恶势力的联系。总而言之，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随着共济会和光明会等组织的出现，秘密团体操纵历史的想法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当然，在当时多数一般民众对这些组织所知有限，但教会和政府对秘密结社的防范，以及偶尔流出的传闻，已经为未来的阴谋论提供了养分。接下来，我们将走入19世纪与20世纪，看看深层政府传说如何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而逐渐成型。进入19世纪后，秘密组织与阴谋论的传说继续滋长，并且与当时的革命浪潮与金融势力纠缠在一起。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不少保守派人士无法相信人民会自发推翻君主，他们宁可认为幕后一定有黑手操控。于是，一种说法应运而生，光明会和共济会策动了法国大革命。一些当时的著作，例如神父巴吕埃的著述，直接指控秘密社团煽动平民起义，颠覆旧政权。虽然现代历史学者对此说法持保留态度，但这种信念在19世纪广为流传，让革命背后有秘密势力成为经典阴谋母题。此后，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风潮、意大利统一运动等历史事件也常被怀疑有共济会会员从中牵线。毕竟，那个时代许多倡导自由民主的改革者本身就是真实存在的共济会员，于是难免让人产生联想，会不会一场跨国的隐秘计划正在推动着整个世界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也是银行家与工业巨头崛起的年代，阴谋论者特别关注其中一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犹太裔银行世家在19世纪掌控了欧洲多国的金融，传说他们透过贷款给各国政府发财，甚至同时资助战争交战双方，以从中牟利。一个广为流传的传闻是，在1815年拿破仑战败的滑铁卢战役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掌握战况情报比他人快，提前在伦敦股市进行操作，大赚一笔。尽管这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在当时就已成为经典案例，似乎印证了消息就是力量，幕后富豪能玩弄市场的说法。随着铁路、石油、钢铁等产业发展，美国也出现了所谓的强盗贵族，如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等财阀。这些财阀垄断着经济命脉，对政界影响极深。阴谋论者开始相信，财团和银行家们结合起来就是实质的幕后政府，他们不需要公开的头衔，却能以金钱桩桩件件左右政策和国际局势。在美国，秘密结社的传统也在19世纪延续并发扬光大。早期美国政治领袖中有不少共济会员，据说独立战争时期的开国元勋中，大多数都有共济会背景，连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不例外。华盛顿特区的城市规划中，被阴谋论爱好者指出隐含着共济会符号，如街道构成的五芒星形状等。1832年，在耶鲁大学诞生了一个更神秘的精英社团——骷髅会。这是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兄弟会组织，采取秘密邀请制招募成员。骷髅会以骷髅头和交叉骨头为标志，并神秘地使用数字322。虽然只是校园团体，但骷髅会的成员毕业后往往成为社会精英，许多人踏入政界、商界的高层。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其父老布什，前总统候选人约翰·凯瑞等人都曾是骷髅会会员。这让人不禁猜想，是否在青少年时期，未来的领袖们就已经被纳入某种
人才培养计划。骷髅会的存在强化了美国版深层政府传闻的可信度，一个隐秘精英网络横跨数十年，将自己人送上权力顶峰。此外，共济会与美国的渊源也体现在一些象征性事件上，例如自由女神像其实是法国的共济会成员于1886年赠送给美国的礼物，为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这座雕像在阴谋论者眼中蕴含隐喻，一位头戴光环的女神像矗立在美国，象征着古老神秘的智慧照耀新大陆。有传言指出，塑造自由女神像的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本人就是共济会员，连揭幕仪式都是按照共济会仪典进行的。甚至有人提到，基督教国家的美国原本不崇拜女神，而选择接受这样的礼物，是因为共济会内部神话中将自由女神等同于古代的巴比伦女神，象征着知识与光明。虽然这些解读听起来颇具想象力，但他们无疑让共济会在美国的形象更加神秘莫测。19世纪末，围绕秘密组织的种种传说已在欧美社会发酵，大众虽未必相信所有传闻，但有看不见的势力在牵引历史的想法开始深入人心。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世界将经历更剧烈的动荡与变革。2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国际组织的成立，这些大事件又进一步为深层政府的阴谋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将踏入动荡的20世纪，看一看在硝烟与谍影中，阴谋论如何升级演化。20世纪的开端，人类踏入了工业化与全球冲突的时代。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让阴谋论者坚信深层政府正逐步实现其野心。首先，金融体系的变革被视为阴谋起点之一。1913年，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同年还开征联邦所得税。阴谋论者指出，联邦储备的创立背后是大银行家和财阀的秘密会议。据说在载德岛上，洛克菲勒、摩根等金融巨头密谋设计了央行体制，以便掌控国家货币命脉。他们认为，从那时起，印钞发钱的权利落入私有财团手中，等于经济大权旁落在一小撮精英手里。日后流传的一句话，给我发行货币的权利，不在乎谁制定法律，便道出了这种担忧。在阴谋论的视角下，1913年成了美国深层政府经济掌权的关键一年。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秘密精英挑起战争的论点更加风行。这场大战席卷欧亚，许多人不理解为何各国会卷入如此毁灭性的冲突。阴谋论者提出了一种解释：国际银行家和秘密势力为了重塑世界秩序，图利军工利益，从中推波助澜，让战争无可避免。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尽管初衷是维护和平，却被一些人看作深层政府试图建立全球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他们认为，透过国联这种跨国组织，阴影中的权力玩家可以逐步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将权力上收至国际层级。虽然国际联盟最终因缺乏主要强权支持而失败，但其存在本身已在阴谋论中留下全球统治蓝图的印记。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全球经济陷入谷底。这场灾难被普遍归咎于市场投机和资金断裂，但阴谋论者质疑背后是否有人为操弄。他们指出，少数金融巨头在高点套现离场，随后经济崩溃时又趁机以低价收购资产，使自身势力更壮大。这种先制造危机再渔翁得利的剧本，被认为是深层政府善用的手段之一。经济大萧条的痛苦也为极端政治提供温床，各国专制势力崛起，世界滑向新一场浩劫。2次世界大战时期，阴谋论的想象更是达到新高峰。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冲突背后，各种传言四起。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德国的某些领袖涉足秘密学会，如图勒协会之类，试图以神秘力量强化他们的统治。也有人怀疑，西方阵营的精英默许了希特勒早期扩张，以坐收战争带来的地缘和经济利益。此外，美国在战争中快速崛起，一跃成为超级强权，这在阴谋论的解读中并非纯然巧合。据称，一些美国财阀在战前曾与纳粹政权有商业往来，含蓄支持其军工发展，而战争最终也让美国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影响力。这一切
在阴谋论者眼里都像是深层政府精心策划的棋局。1945年二战结束后，一系列新的国际架构应运而生，联合国取代国联成为新的全球组织，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金融秩序，美国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变化被视为深层政府新世界秩序的重要里程碑。联合国强调各国合作避免冲突，但阴谋论者担心它最终会演变成超越各国政府的统一政权。至于国际金融机构，则被批评为让少数强权能左右全球经济命脉。更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但在阴谋论者看来，表面的两极对立背后或许藏着共同利益者的操控。有人声称，无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阵营，都有一群超越国界的精英在从中布局，以确保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的势力都不受撼动。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一连串巨变，从金融制度到世界大战，再到国际组织的诞生，都被阴谋论视为深层政府逐步扩张权力的证据。战争与和平的交替间浮现的是种种暗流涌动的传言。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层政府的概念不再只是秘密结社，而是逐渐与国家的机器融合，变成一个庞大而隐形的影子帝国。而这个影子帝国将在接下来的冷战时期展现出更错综复杂的面貌。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代，在明处，美苏两大强权对峙；在暗处，各国情报机关和幕后势力亦在明争暗斗。这段时期是深层政府传说迅速壮大的关键阶段，因为许多真正发生的秘密行动被曝光，让公众开始相信政府背后另有高人。首先要登场的是美国的新式权力机构。1947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成立了中央情报局 CIA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后，又在1952年成立国家安全局 NSA。 这些单位拥有庞大的秘密预算与权限，专责情报搜集，颠覆他国政权，执行各种机密计划。对阴谋论者而言， CIA 和 NSA 几乎就是深层政府的代名词。他们不受选举制约，活动对外保密，仿佛一个独立王国。例如 CIA 在冷战初期被揭露曾多次介入他国内政，1953年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民选首相，1954年在瓜地马拉推翻左翼政府等等。这些行动证实，有一股不受公开问责的力量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许多人因此相信，同样的幕后黑手也在左右美国乃至世界的未来走向。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的一系列秘密计划被曝光后，更是实锤了深层政府的存在感。举几个耸人听闻的例子， CIA 在1950年代启动了代号 MK Ultra 的秘密实验，企图研发精神控制技术，对毫不知情的公民投药研究洗脑方法。 CIA 亦曾实施女妖行动，在新闻媒体安插线人或影响记者报道，以操控舆论导向。美国军方高层甚至在1962年提出过一项名为北木行动的计划，打算透过对本国平民和军事目标制造伪旗恐袭，嫁祸他国，以制造开战借口。这项骇人听闻的提案最后被总统否决，但其档案在多年后解密，震惊世人。这些例子显示，阴谋论者长久以来的猜疑并非空穴来风，某些政府机构确实策划过超出一般人想象的秘密行动。1960年代是阴谋论大爆发的年代，部分原因就在于一系列震撼全美的事件。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在1963年遭暗杀，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和参议员罗伯特·甘乃迪相继在60年代末遇刺。尤其是甘乃迪遇刺案，官方调查结论是单一枪手作案，但许多民众根本不买账。流行的阴谋论版本指向 CIA 高层军方甚至副总统，认为他们才是幕后主使。据称甘乃迪触动了太多权力核心利益，例如他曾暗示要限制 CIA 权力，反思军事行动，甚至有传言说他计划改革美联储或公开某些机密，如 UFO 档案。无论真相如何，甘乃迪之死在公众心中埋下了影子势力杀害不顺从者的阴影。而在甘乃迪遇害前不久，他曾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到一个到处渗透的邪恶阴谋，实际上他指的是极权主义威胁，
但这段话常被阴谋论者引用来印证深层政府的存在。于是60年代的政治谋杀、反文化运动的兴起、越战的质疑声浪等等，都交织成对官方说辞的普遍怀疑，让越来越多人相信幕后确有一股暗势力在牵引历史。1961年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在卸任演说中警告国人提防军工复合体对民主的侵蚀。这段话在阴谋论界被奉为金玉良言，一位前5星上将出身的总统都直言，军事工业和政府精英可能狼狈为奸，超越民选权力之外行事。随后历史的发展似乎也印证了这点。越战持续多年，背后军火商大赚，美军卷入的理由如臭名昭著的东京湾事件，事后证实存在夸大造假成分。国内则爆出情报机构监视反战人士的秘密档案，这些都让民众感受到一张无形的大网正笼罩着国家机器。1970年代中期被称为揭秘的10年，多项丑闻彻底曝光，让所谓影子政府浮出水面。1972年的水门事件证实了最高领导人也会运用国家机器暗中对付政敌，而随后国会成立教会委员会，在1975年调查 CIA、FBI 等机构公诸于世的报告让人大跌眼镜。从政治暗杀、非法窃听监控公民、媒体渗透，到上述的 Market Ultra 药物控制计划，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秘密操作都是真有其事。此时对深层政府的担忧已不再只是民间臆测，连正统媒体也开始严肃讨论情报机构权力失控的问题。为了重拾公信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改革，例如制定法律约束情报单位的国内行动。然而阴谋论者们并不乐观，他们相信这些黑箱操作不会就此停止，只是转入更隐秘的地下方式继续进行而已。在国际舞台上，全球精英的秘密聚会也成为阴谋论津津乐道的话题。早在1954年起，欧美权贵每年举行的比尔德堡会议就备受关注。这个非正式会议通常不对外公开讨论内容，参与者包括各国的前政要、商界巨子和王室成员等。阴谋论者视其为影子世界政府的年会，认为在那里大型政策方向早已内定。1973年成立的三边委员会同样引人猜疑，它由美洲、欧洲、亚洲的精英组成，创办人正是美国实业家洛克菲勒。1970年代末，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内阁中有多位成员出身三边委员会，这更被解读为全球主义集团影响国家决策的证据之一。1980年代，冷战进入后期，深层政府传闻并未消退，相反，一些惊人的地下行动持续浮现。例如伊朗门事件，美国政府人员被揭发在未经国会许可下秘密贩售军火给伊朗，再将所得资金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起事件曝光于1986年，证实在正式政府体系之外，确实有人组织了一条隐秘的决策与行动链条，以推行自己的一套外交政策。这几乎就是影子政府的教科书案例，绕过民主程序，自行其事地，执行全球布局。此外，冷战期间还有传闻指称 CIA 与跨国犯罪有所勾连，例如默许甚至协助毒品交易以换取资金支持秘密行动，如中美洲的游击战争。虽然官方否认直接涉毒，但多年后的一些调查与证人暗示，此类事情并非空穴来风。种种迹象让人感到，在表面政府背后似乎隐藏着一股跨越官方体制的地下势力网络。1989年至1991年，冷战终于落幕，苏联解体，柏林围墙倒下，世界进入所谓的单极时代。正当许多人为和平红利而庆幸时，阴谋论者却从新的迹象中闻到了不寻常的气息。1990年9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在谈到新国际局势时，罕见地使用了新世界秩序一词，强调各国合作与国际法的重要性。这番话在一般人听来也许稀松平常，但在阴谋论社群中却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视之为幕后集团不经意间吐露真相的时刻，仿佛证实了长久以来关于统一世界政府的猜想。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旧的对立格局瓦解，在阴谋论的剧本里，这正是深层政府推进全球一统的大好机会。
接下来的世界将何去何从？深层政府是否会露出新的马脚？怀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进入了充满变数的21世纪。21世纪一开始就以震撼的方式揭幕。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攻击事件，2架客机撞毁纽约世贸双塔，造成重大伤亡。官方将此归咎于基地组织等恐怖团体，但阴谋论者很快对官方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911事件存在诸多疑点，从大楼倒塌的方式、事前的安全情报漏洞，到事发当天美军战机的反应迟缓，种种迹象让人怀疑这场惨剧可能是自导自演。一些阴谋论版本指控美国政府或深层势力预先知情，甚至参与策划了袭击，其目的是为了制造民众恐惧，为后续的中东战争和国内安全高压政策提供借口。果不其然，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展开反恐战争，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在国内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大幅扩张了政府监控权限。阴谋论者指出，这一切都与阴谋剧本吻合，制造危机引发恐惧，人民要求保护政府趁机扩权。911在他们看来正是新世纪深层政府操作的典型案例。随着反恐旗号的挥舞，全球监控也进入新阶段。美国成立了庞大的国土安全部，并与盟国合作建立跨国情报共享网络，机场加强安检，电信网络的监视全面升级，普通公民的隐私权面临前所未有的侵蚀。早在冷战后期就有传闻，美国和英国等组建了梯队系统来截听全球通信。911后，这些传闻似乎都被坐实，政府公然要求科技公司配合监控，许多以往被指为阴谋论的监视手段成了公开的秘密。例如，美国情报单位可以未经法院手令及监听国内通话，查看电邮，被起底的秘密监控项目代号，如棱镜计划，印证了数位集权的阴影。这让阴谋论者更加笃信，深层政府正在借由高科技构筑一个前所未有的监控网，让老大哥无处不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市场，大型投资银行倒闭，股市暴跌，房市泡沫破裂，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政府随即动用巨额公帑救助金融机构，对一般民众而言，这是资本贪婪导致的灾祸。但在阴谋论版本中，这场危机同样被解读为幕后操盘。一些人指出，华尔街巨头事先转移资产，全身而退，却让中产百姓承担损失。金融政策制定者与银行高层人员之间的旋转门关系，更暗示着自己人会照顾自己人。阴谋论者甚至怀疑，金融风暴是刻意引爆的，借此逼政府抛出纾困方案，把纳税人的钱输送给银行精英，顺便趁乱整并产业。经济危机在他们眼中成了深层政府重新洗牌财富的工具，这让深层政府不仅玩政治，也玩经济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值得一提的是，因特网在21世纪初高速发展，也深刻改变了阴谋论传播的样貌。以前阴谋论只在小圈子流传，如今透过论坛、博客、视频网站，各种惊人主张迅速传遍全球。深层政府这个概念也不再隐晦，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从电影《黑客帝国》影射人类被幕后机制奴役的世界，到各类小说、电玩关于影子政府和隐藏真相的情节屡见不鲜，越来越多人投入觉醒者的行列，在网上分享他们发现的真相线索。深层政府阴谋论因此由地下跃上地面，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次文化现象。进入2010年代，科技更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同时也提供了新的阴谋素材。首先，在监控议题上出现了石破天惊的实锤证据。2013年，前 CIA 与 NSA 承包人爱德华·史诺登向媒体揭露了美国政府大规模监控计划的机密文件。他公布的资料显示， NSA 透过棱镜等计划，直接从各大科技公司获取用户资料，监视范围涵盖全球数十亿通讯。这一爆料验证了许多阴谋论者长久以来的猜疑，原来我们的电话、电邮、社交媒体真的都在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史诺登事件让全球舆论哗然，也让深层政府的传说更加具象化。原来阴影中的权力真的有能力窥探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同时，
社交媒体与算法的崛起也引发了新的阴谋论关注。Facebook、Twitter、Google 等科技巨擘掌控着信息流通的渠道。阴谋论者认为，这些平台背后也有深层势力在拉线，透过算法黑箱来影响舆论导向。他们举例说明，某些特定议题的贴文会被无形降低能见度，与主流论调不符的声音常遭到封禁或标记为假信息。这在阴谋论者眼里，正是深层政府透过科技审查思想的手段。此外，社交媒体的同温层效应也被阴谋论视为一种操控，人们只看到系统推送的特定内容，思想被圈养在看不见的围墙内，而这面背后推动墙壁的人正是隐秘的权力者。201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阴谋论运动 QAnon， 这个源自美国的阴谋论网络声称，一位化名 Q 的内部人士在网络论坛上发布线索，揭露美国乃至全球由一群恋童邪教精英所统治的黑暗真相。QAnon 及所有热门阴谋论大成，深层政府不仅操控政治经济，还涉及惊世骇俗的罪行，如人口贩卖、邪教仪式。该理论的支持者深信，时任总统川普正秘密对抗这个腐败集团，他们将迎来大审判的风暴。尽管这听起来极为疯狂， QAnon 在网上聚拢了庞大追随者，甚至影响了现实政治。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不少川普支持者就是 QAnon 信徒，他们认定川普败选是深层政府操控舞弊的结果，华府的精英们只是夺回了对体制的控制权罢了。QAnon 的流行显示出阴谋论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嗜好，而成为能左右政治风向的大众运动。在国际上，民粹主义与反建制情绪高涨的10年间，深层政府也被不同地区的人拿来形容自己国家的看不见权力。例如，在部分中东国家和俄罗斯，执政者把国内乱局归咎于美国的深层政府干涉。在欧洲，极右翼团体声称欧盟官僚体系是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深层政府。可见，深层政府已成为一种普世的概念，用来表达对权力黑箱的不信任。人工智慧 AI 的突飞猛进，则为阴谋论注入了现代科幻色彩。随着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蓬勃发展，阴谋论者担心深层政府将利用 AI 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控制。他们描绘了一幅未来图景，由 AI 分析海量监控摄像机与网络数据，预判出人民的行动和想法，甚至自动过滤掉对统治不利的舆论。这样一来，独裁者几乎能预知并防范所有反抗，实现从老大哥在看到老大哥算到你会做什么的飞跃。在现实中，一些技术的应用也佐证了这种担忧。比如，某些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信用体系，以监控民众言行并给予信用评分。各地警察部门试验预测犯罪系统，由 AI 找出高危地点人物。还有政府投入资源研究网军与深伪 Deepfake 技术，可以用 AI 制造以假乱真的影音来影响舆论。对阴谋论者而言，这些趋势说明我们正走向一个高度技术集权的时代，而深层政府将透过 AI 化身为无形的终极操盘手。来到2020年代，人类社会遭遇了100年未见的巨变。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这场大流行病除了对公共卫生和经济造成冲击，也点燃了新一波阴谋论狂潮。阴谋论者们迅速针对疫情提出各种惊人的猜测，有人质疑病毒的起源，声称它是某实验室蓄意制造并投放，以达到削减人口或掌控社会的阴险目的。有人则认为疫情被刻意夸大，真正目的是要强制推行疫苗，而疫苗中暗藏微型芯片，以便当局监控全球人口。虽然这些说法缺乏科学根据，但因疫情造成的恐慌和不信任氛围，使它们广为传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各种 pandemic 计划性的瘟疫论调一度盛行。同时，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采取的封锁、健康码、行动追踪等措施，虽是防疫所需，但在阴谋论视角下却成了独裁先生。他们声称，深层政府终于祭出了控制人民的终极手段，以公共卫生之名行剥夺自由之实。当人们习惯了禁足和数位监控，一个集权的新世界便呼之欲出。世界经济论坛 WEF 在2020年提出的大重设倡议
更被阴谋论者解读为全球精英借疫情洗牌世界的宣言。他们引用 WEF 宣传影片中的一句话：你将一无所有，但会很快乐，认为这透露出未来人民财产将被没收、个人意志被抹平的可怕图景。虽然实际上大重社主张的是经济改革与永续发展，但阴谋论版本的解读显然更吸睛，也更骇人听闻。2021年之后，世界逐渐走出疫情阴霾，但阴谋论的热度却未减退。一方面，人们目睹了疫苗研发、5G 通信等科技在抗疫中扮演角色，阴谋论者却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框架，担忧 5G 是用来控制人类频率的工具，疫苗护照则是建立数位集权的踏脚石。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再度紧张，多国出现对抗与战争，一些人再度祭出老调，这些冲突背后其实是同一群军火商和财团在获利。无论事件如何变幻，深层政府的阴影总被投射其中，宛如一出永不落幕的悬疑剧。展望未来，人工智慧和自动化将更加普及，人类社会也许会变得更高效智慧，但阴谋论者眼中的风险也同步上升。他们担心未来的人可能身体植入芯片，所有行为被数位货币和 AI 算法严密记录。假如深层政府真的存在，那么随着技术进步，它将拥有史无前例的钢铁手段，实现比奥威尔小说1984更彻底的控制。当汽车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无处不在，阴谋论者甚至打趣道，未来你的智慧冰箱都在帮政府监视你偷吃宵夜。从历史的长镜头回望，我们发现深层政府阴谋论就像一条暗线，纵贯了近3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从18世纪的秘密会所到20世纪的情报暗战，再到今日的数位监控，关于幕后黑手的传说不断演化，始终伴随着人们对权力的不信任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阴谋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简单框架，所有复杂混乱的事件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剧本来解释，那就是一小群人在背后操纵一切。然而，现实世界远比阴谋论故事更加丰富多元。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过阴谋论变成现实的例子，如政府丑闻、非法监控等，权力缺乏制衡时确实可能滋生阴谋。但另一方面，把所有事件都视为单一团体主导，未免也过于简化了世界。深层政府阴谋论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它将历史上的秘密计划和人性的贪婪编织在一起，再加上许多尚无定论的猜测，构筑出一套引人入胜的叙事。对我们普通人而言，面对阴谋论，既不要全然轻信，也无需一概嗤之以鼻，不妨保持一份健康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深层政府究竟是无所不在的黑暗帝国，还是人们投射恐惧的不时幽灵？每个人或许都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阴谋传说本身已成为我们时代文化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权力需要监督，信息需要透明。在信息爆炸的年代，理性与好奇心就是我们最好的工具。看完这部影片，或许你会重新审视新闻事件背后的可能性，但也请记住，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查证几分来源，悬疑未解，真相仍在路上。故事讲到这里，深层政府的面纱或许稍稍揭开了一角。至于幕后是否真有那只掌控世界的无形之手，正如流传的一句戏言，如果真有个深层政府在操纵一切，那他肯定也不希望你看到这部影片。那么，您相信了吗？亦或仍存疑惑？无论如何，感谢各位陪我们走完这段追寻真相又发人深省的旅程。我们下次再见，记得保持好奇，保持思考。